1、2、3、4，第5是回光返照嘛，讲对吗？1、2、3、4，对，然后第就5回光返照，它会让人精神，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回光返照时，一直赶你出去，你是他最疼那个临终者，他有放下的那些叮咛啊，或者是那些会要有 CPR 或者是被插管啊之类的那个 ventilation 啊，来维持我的生命。用无声的记忆，天上有声的回忆。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声卡带2.0的访问现场，来鼓励，掌声，掌声！今天是我一个很荣幸的机会，就是我有机会访问到医生。为什么我会访问到医生？因为是这样的，在上2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是有参加一个叫 Akaiman Podcast 的播客大集会这样的，就所有马来西亚的 podcaster 都会去到一个地方，一起去交流，一起去学习。刚好就有这个因缘认识了Dr. Sep 咯，所以那时候我看到 Dr. Sep 的一个印象就是，很风趣，很畅谈，而且笑容很好看的，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现场笑到很好看的。重点是我觉得 Dr. Sep 我没有想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原来他不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他还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重点是他还是有这个败血症的经历的这一个权威医生来的。可是看到 Doctor 的样子，我是觉得我很轻松，我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很放松的去谈。然后今天就有这个荣幸，就是看到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机缘一起出来，一起做一个访谈。然后这也是导游 Vizo 第一次做 Facebook Live、YouTube Live 的现场直播。来，我们简单先让我们的 Dr. Sep 来讲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来，有请。Hello Vizo，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哈，谢好，谢 Vizo 的简介哈，我是 Dr. Sep， 我是一个急诊专科医生，我现在国大医院工作。那今天就很荣幸的可以认识到这个 Vizo 这个导游哈，他有他自己的 podcast， 一个很年轻有为的podcaster， 然后呢就在这个有种人的机会呢就认识了他，我觉得他的 channel 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 channel， 就是 The Silent Cassette 无声卡带。就在这个情况呢，就我认识了他过后呢，我就看到他的那个 presentation， 就是关系到他说他的那个 channel 是讲那种比较民族比较历史还有比较宗教文化的之类的这个介绍哈，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topic， 然后呢，我就觉得倒不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谈这个 topic， 因为反正我都是在这个前线工作就会遇到这种全部交叉，就是有宗教有灵异有民族的那个 background 那种传统或者是有讲到一些历史的东西。其实我在这方面一直都是有面对着的，和我公司很接近的，所以呢，今天就有机会跟你一起合作，就做这个 podcast 还有这个 video 哈。对，好，谢谢 Dr. Sep。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也很感恩，就是从这边可以知道 Dr. Sep 是很赏识我这个年轻人，因为毕竟其实我也知道，我们无声卡带也才开播不到1年，而且导游 Vizo 是很多东西是从零开始学习，是没有上过大学，所有剪辑所有的图，所以我很多东西，我跟 Dr. Sep 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我问了他很多的问题。所以真的是我一直都觉得，尤其是从 Dr. Sep 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他很愿意去教导我们。我这个是觉得，在这个现今社会，我已经觉得很感恩有一个人愿意去主动去讲述，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步，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改进。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还是要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很支持哈。谢谢 Dr. Sep。好，OK， 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上次有讨论到，因为临终关怀，可是其实这个我想问一下 Doctor，就 Doctor 在
急诊室这个环境，其实它跟临终关怀是有关系吗？还是有怎样的一个分别？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其实呢，临终关怀是一个 specialty，就是一个专科来的。我们有很多种临终关怀和还有一种叫做顾系关怀，就是顾系医疗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是 palliative，顾系就是 palliative care，临终就是 end of life care。然后在急诊室呢，其实我们有很多 end of life care，就是临终关怀体验的。其实他们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是绝症啊。绝症来到医院，还是多数都是会带我们急诊室最后一站呢，可能是最后一对，站，他们要往生，所以呢，明白。所以有时我们会接触到有些临终者他有放下的那些叮咛啊，或者是那些我们讲的order，就是一种写下来的 message，叫我们说我不要有CPR 或者是被插管之类的那个 ventilation 来维持我的生命。如果是我需要到时间了如果是到了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给我安详的去走完最后的这个路，就是让它比较舒服的，比较哦，不辛苦的方式去我走完最后一程路这个这就是我多数是家属他要求，还是病人他也会要求的？其实是双方面的，有些病人自己就会跟家人谈了。其实很多临终关怀者或者是临终医生呢，他们其实已经是跟家庭开了会议了，就是让病人或者是家人他们一起做决定，就是在他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要我们帮忙什么东西，要怎样去处理他最后的那一层那一段路。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如果是癌症病患呢，他大多数都会有准备好。可是呢，很多其他的，好像说有一些疾病好像他是长期中的 stroke，就是中风过后就是中风。躺在床上的那些，他们是没有什么准备好说他临终应该怎么样子。因为 cancer 是可以 prepare，stroke 的过后呢，几年里面呢，躺在床上他们是比较少在这方面的我们讲的比较注重在他们的临终的那个关怀的那个步骤。可是现在 stroke 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还有 stroke rehab 之类的，他们也开始也是在临终关怀放下了很多心机。所以到我来说，其实很多病人都可能都会有进入这个临终的这个关怀的，有关系到这临终关怀的这个专业的。而我自己呢，我不是一个临终关怀者，我不是，可是我是 part of it，就是说我是在有意中无意中也是需要进入这一个临终的关系。很多病人没有准备到临终关怀这一点，只是说我就是在最后那个接触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他其实他就要面临那一刻，其实他们有些都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差不多到时间就要走完最后一程。嗯，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在急诊室的医生呢，就会在身边的给一些鼓励，给一点这种我们讲暂时性的临终关怀，那种不 professional 的临终关怀不是不 professional，不是那种比较临终关怀者的那种专业的。可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安抚那个将要临终的病人。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样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呢，临终关怀是我们是 part of it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我想要强调，就是还有一种叫做姑息关怀就是 palliative care。palliative 哦，care 呢，就是在得到绝症绝症有很多种，绝症可能是 cancer，可能是其他会导致你会死亡的但暂时性绝症是最多，就是我们 cancer 他们就是cancer。在他们开始确诊那个 cancer 的时候，到他走到最后一步临死之前，他都叫做姑息叫 palliative。当他的那个 treatment 呢，是把他的那个 symptom， 就是把他那个辛苦的那种 symptom 呢减轻拿药物减轻或者食物上调整让他比较有什么有质量的有 quality 的生活
那就是 palliative， 就是 supportive， 它不是医好他，它只是说反正都是到了绝症了，对不对？就是给他比较轻松一点去面对这个绝症，就是把那个他的那个疼痛拿掉或者是他在做化疗的时候他呕吐泻肚子之类的，我们医生都可以给一些药来把它减轻他的那个痛苦，那就是姑息，那个是姑息关怀，姑息关怀可以是几年，可能是几个月，它是 depend on 那个病人的情况这样子。临终关怀呢是那6个月，就是在最后的6个月要死亡之前的6个月，那是比较叫做 end of life care， 那个比较 intensive， 比较不同所以它不是两者不一样的。可是今天我们是要分享临终嘛，对不对？其实也不一定是临终，因为我会想到临终是我本身也是一个医学小白，就我们对于临终和姑息我们是分不出这个差别，所以刚才我是听到临终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第一就是它是有个专治的医生是可以去做的，可是两个都有专治医生，两个都有专治医生。姑息就是全部的，就是姑息医生就是一个专科，临终是一 part of it， 临终就是 part of it。对，因为这点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小白，我是会把这个东西搞混的。只是估计它是不是它的一个大的差别是more on 就是医学这方面，就是说控制药量还是什么嘛？不是姑息的话就是它有整个 team 的，有医生有心理医生有宗教师有营养师还有就是你家人在里面，还有护士它就是 overall 把你的quality of life 提升，就是从你的身体的身心都照顾好。它只是把你安抚下来，给你不要减轻你痛苦，给你有那个有quality 的 life 就好了。就是在你临终的几年的时候，他就把你弄得比较舒服的去走完最后一程路这就是故事palliative care 了解。所以说今天算是学到一个新的字。我觉得临终可能我说如果跳出医学的话，临终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病人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尤其是我们也知道 Dr. Seth 他是在这个国大医院是做了20年的急诊，所以说其实你应该也是有看过很多临死前的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今天想要听，如果有机会我是想要听 Dr. Seth 分享差不多几个故事这样给大家听一些真急诊的故事好的，其实呢故事呢其实是一样的全部病人大概的前程就是这个最后一层的他大概都是有一样的那个我们讲的rhythm 嘛就是我们的那个特征是吗？特征或者是规律了解。OK 其实每个病人在他死亡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种病人你知道吗？有些是创伤病人，就是 accident 的病人，撞车的撞车创伤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有长期疾病长期躺在床上或者是有 cancer 的病人，就绝症的病人，他的那个临终的过程他有一点点分别，真的是有点分别。我看到是不同，因为你知道创伤或者是有那种心脏病的心脏病忽然间来的，忽然间一下子或者是中风一下子来的那种比较急性的生命危险的那种情况他的死亡的那个过程是不同的，和我们的我们有那种绝症或者是比较长期疾病的导致死亡或者老死有点分别，因为呢前者呢他们是没有时间准备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准备，你今天早上会中风或者就是这样子就想不到的完了或者是遇到那个我们说的车祸真的是不幸遇到那个车祸的话，一下子就完了这种临终经验呢，它会比较快，一下子就没机会的去closure， 就是没有机会去讲完全部那种体验我之前有讲过，要跟你说一下那个我们讲的回光返照之类那种症状，全部都是没有的
好，倒不如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第二 part 的就是那个长期疾病啊，或者是有长那种期的癌症啊癌症的这些的，或者是绝症的人身上，他的那个症状或者是中了那个败血症然后又病入膏肓，好像很多人 COVID 那时候就进入了病入膏肓，差不多要死亡之前你看到很多病人他们慢慢当他们开始有精神慌乱了，精神不整，精神慌乱，就是说有点 delirium，就是他会自己讲话，或者是他看到一些东西一些东西或者是他们会胡说乱说话这样子，忽然间有没都讲一些东西出来，你听到好像不明白的，没有一些关系的，或者是他们叫做我们这个神志不清嘛，对不对？就神志不清这种是比较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症状，神志不清，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状况，他们的脑分泌物呢，他们不能正常的分泌一些我们讲的把身体的那个思维整理好。那因为有分泌物嘛，脑部它乱了OK， 那个精神错乱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状是你们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是要开始有察觉到，其实病人是在临终的情况可是不一定每个有这个症状的人都是要临终了只是说有这个症状的话，你们要自己提醒自己可能是接近临终的这种体验。它是一种体验罢了，体验都未必一定是临终未必是它是最后。如果是 doctor 来得及给一些药的话，他就回来了，你明白吗？可是如果你是没有去做一些东西的话，这就是真正的临终的那个其中一个OK， 我先讲一些 process 给你听一下，可能我分析一下到底你怎样知道那个人有这些症状，可能是迈进了这个临终的体验。第一，他就会觉得他身体很沉重，他很累。他那个病人呢，他就会整天在那边他的手脚不灵活，开始很重。你抬他手上来都很重不要说他自己抬都很重，你自己帮他抬，你都觉得很重。把他搬到那个椅子上搬上来的哇，都是很重。比起之前，好像说可能你在2个月前你照顾他的时候，你搬他的时候都没有现在的情况这么重。为什么呢？为什么身体会比较重呢？是因为呢，他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肌肉的的function我们的那 muscle 的 function 已经开始瘫痪。所以呢，平常呢，如果是我们身体是健康的人呢，我们 muscle 都有一点 tone，就是有一种我们讲 tone 就是有一种有一个收缩的程度。收缩程度就是把我们的地心吸力有一点，它会靠的地心吸力，它会减轻那个身体的重量。可是就是它这个 muscle 会减轻我们帮他可能会借力之类的，他会帮忙我们借力一下，他就会比较轻一点。可是呢，当你差不多临终的时候，那个病人就不能做这一点，他的 muscle 已经瘫痪了，所以你会觉得比较重。那病人自己会觉得比较重，自己很难做起来，要做起来，他只是觉得我要沉下去了，我做不起来了我要沉下去了，这样子，他整天就一定要你扶他起来，做起来，他不能躺了，他躺着他就觉得很辛苦不能我就要沉下去，那种感觉。有时是这些病人他们没有办法自理，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忙的，对吗？这个是的，对。可是问题是，这个感觉是在他身上会发觉到，我觉得我沉下去，我觉得我要沉淀下去，我不行，我一定要做起来，没有的话我会要死这样的感觉好像溺毙的感觉这是第一点你会发现的。你可能发现，如果他的病人没有告诉你这一点的话，或者你可以观察到他是不是一直叫你叫他把他搬起来做起来。好像老人家一般上以前我照顾，好像看我家人照顾我阿嬷我公公是常常都是要这样的，对。是所以如果他们是一直都叫你帮我扶我起来的话你要自己小心了，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临终的第一个症状。你可能你要，如果你觉得看到有这一点的话你要安抚他，你只是把他抬高起来，慢慢抬他起来。尽量的给他，不要整天骂他。哎呀，你睡下去啦，不要骂他，因为你们不知道，原来其实他是在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你不知道，你是说，哎呀，你不要烦我，那做起来会跌倒不要啦，不要这样子对自己的家人。当他说要扶他起来的时候，轻轻的把他扶他45度起来
给他坐下来，他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啊。这是家人可以做的，这是家人真的是可以做的哈。了解了解。这个很重要啊。第二点就是他开始觉得很口渴，他很口渴呀，很想喝水，可是他喝不下。口渴。好，我也是喝水讲。口渴的都会喝一个水这样子的。对，就口渴是第二件事情。第二点呢，这一点呢，口渴的病人呢，他会觉得他很渴，他很想喝水。你就算给他喝水，可是他会觉得你给他喝水一点点的话，他觉得他不要了，他喝几口就不要了。他只是觉得很口渴，可是呢，他是没有什么要吞得下去的，他吞不下去，他只是口渴。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你只能给他弄湿他的嘴巴的那个唇啊，还有他的舌头。或者是我有时是说可以给一点点的比较冷一点的，就放一个冰块，可是怕掐到，就小心一点放冰块的话。放冰块是什么意思？含着会是比较含着这样子，可是放冰块含着的话会危险的，给老人家会掐到啊，所以你还是放一点点水。记得当你们要喂他们喝水的时候要小心，他会呛到的，知道吗？所以因为他们吞那个 muscle 已经开始瘫痪了，所以他们吞那个我们的那个食管啊、食道啊。都会有点瘫痪，或者是慢了，所以他喝水会咳嗽或者这样子啊。你们小心，当他说他口渴的时候，你慢慢给他一点点水，尤其是弄湿这个嘴巴和舌头之类的，那是够了，那就很足够了。这是第二个，可能你可以看得到临终病人的那个症状。了解。第三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病人会跟你讲我很冷，很冷，很冷。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因为我有碰过一些我家人临终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有讲说很冷，可是不懂冷什么。我明明觉得很热，那时候都很热，他都一直在说很冷。他手脚你可以，如果是你不知道他到底他冷不冷，你去摸他手脚，去摸他的手和脚，他手头这个手指头这些地方比如说你看这些地方，你摸下去真的是很冷的你发紫了，你可以看到指头发紫，还会发紫，就是说它是要发紫的程度这种的。对，冷到这样恐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开始不再制造这个热能来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新陈代谢就是这也是说肝脏开始肝脏和肠胃开始退化，所以它不能发出这个热能，它所以身体就开始发冷。而且我们身体很奇怪的，当它进入了这个要临终的之前呢，它会把那个热能呢就调到心脏和脑部了，它会调在中间这个地方来保护这两个最重，还有肺部这三样东西，维持他们生命。然后手脚呢，我们的肚子之类的那些器官，它可以放弃了，所以你会觉得那地方会比较冷。是啊，因为它要 conserve the energy 就是要收下最后那一点点的那个能量来支持最后那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所以这一点可能你在做家人的话，如果是家人在身边的话，你看到这一点，就是他说开始冷的时候，就给他热的，给他铺那个被放一点被盖他。如果是家里有一些暖气炉就放在他身边。你不要骂他咯，你说哎呦天气这样热了，你们还说冷的是什么来的？这样子不要去怪这边，因为你可能就是你们没有发觉到，其实他是在临终的其中一个，他是可能这些东西是有，他可能是他不一定是1、2、3这样子来，可能是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多数是跟着这个1、2、3的情况就是说刚才他是有精神慌乱，然后到口渴到冷，多数是这样子下来不是精神慌乱，是身体开始很累，不能坐起来，然后开始口渴，然后开始发冷。可以然后呢，第四，所以呢，第三点我讲第三就是你想关怀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病人的话，就是盖一些被给他，放一点暖气炉，或者给一点温水他，一点温水会比较会比较帮他舒服点明白。好，然后第四就是开始呼吸加快，
呼吸很快，呼吸会加快，呼吸加快，可是很浅。有些是那种不同，不是那种是不同，那个是哦，听到吗？就是它会加快，可是很浅的，因为它没有力气呼浅的，吸啊，它没有力气呼吸，很浅，气短气促啊。它这种呼吸呢，它是说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个 point 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它会慢慢的，就好像女士你会讲的，对，你看到那个就是死亡，就是那个一呼一吸，就是那个一呼一吸，就是那个，就是一呼就是完了这样子感觉啊。其实这对，个为什么人家会讲会一呼就是完了，就是因为因为吸进去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我们的肌肉身上的肌肉来收紧过后，把那个肺部胀大，你才可以是要用力的。可是呼吸呢，只是一个很 passive，就是不用用力，就是把的身体 relax 下去就出来了嘛。所以你们每次很少人会吸进去，就是去往生，不会，它多数是呼出来才是往生的，因为它是还真的最后没有力哦，哦。这是真正的啊，所以呼出来，有些是呼的很长，有些是呼了过后就没有再吸了啊，那个就是最后一段了。嗯，了解是 了解，OK。当他的呼吸浅还有增快的时候呢，家人怎么做呢？家人可以在给他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会给 oxygen 呢，就是给他一些氧气哈，氧气我们不会用那种 machine 的氧气，然后machine 氧气很辛苦的，就是把它逼那个氧气去，我们不再做，我们只是给他那个小小的一个，但是这样子带着鼻子的一点点的氧气给他，比较舒服点。因可以，为盖着哈，有些我们盖着让他觉得很怕，他会觉得我实习因为你戴着 mask 会很辛苦，我觉得，所以我们放小小的2只这样子，这样在鼻子这样慢慢的放一点氧气给他就可以了。如果是嗯，在家里的话，没办法，这样你就找一些比较通风的地方啊，或者是比较，其实我是会觉得你应该放在比较暗的地方是比较好的。是暗很，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当病人要往生的时候呢，他是比较 sensitive，对全部的那个感官上的东西都会比较 sensitive 的。我会觉得会比较不要太暗，也不要太光，就是适中。太暗不好，太暗他会觉得很怕；太光的话，他会觉得他很不舒服。就找一个比较舒适的那个灯光啊，就好像现在 Visual 的家里这个的灯光是不错的。嗯，对，这样子好，的这样子的灯光会比较舒服，然后找一个比较静的，很潮的地方很潮的话，他病人很难安心。就我们不能给病人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潮啊，他感官很尖，很敏感，所以他就会立刻嗯，就会被那个你们干扰到，他就不能安心的去啊安心的去看是，哈。好，这个是我们家人可以观察到这五个点四个点嘛，四个点，对不起，这是一四个点，对，四个点，这四是的，个点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是第五点了，是说第五点，回光返照就是你想知道的到底什么是回光返照对不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系统嘛想从我我们科学有讲这个东西吗？其实是有的。科哦，学上的我们在1800多年前呢，已经是有这个 medical case report 告诉我们其实有回光返照这一点。英文呢就是叫做 paradoxical lucidity 就是或者叫 terminal lucidity 就是我们说的在最后1分钟忽然间病人清醒了，他觉得他好像一样在没有病之前，可是身很精神，体就是很精神这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要往生之前的很多病人都会有这个情况的。这嗯，是回光返照呢，其实是有这个几样东西，我相信很多宗教都会有讲这一点对吗？有些对对，好像我们的华人呢，他多数会讲我很想吃一些东西，就是他喜欢吃的东西。还有就是他想要回家。回家。嗯，就如果在医院，为什么要搬回家这样对，啊？我要回好，家了，我要回家哈。他多数会讲这样，然后他开始会讲回以前的故事，他就会讲 flashback，他会 flashback 的，好像看戏这样子，他就好像在看戏 flashback。
啊，他会讲在之前呢，以前呢，我在尤其是那些老人家讲，我跟那日本仔的时候，讲那些战争的时候啊，一讲回那些以前我做工的时候，就讲，你觉得哎，跟这个生活没有拉杆的，就是没有那个时间性的那个关系的，他是破节点的那个故事，可是他又可以回答你的，意思说你问什么他都回答的，所以呢，回光返照就是这一个这样奇怪的一种，到底是医学上怎样解释呢？就是当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挣扎，挣扎的时候，我们会给最后的能量呢全部集中在脑部和肺部和心脏，对吗？然后你脑部的分泌物呢，它会尽量的去调回，尽量调回最可以、最美、最好的那个情况。可是呢，它是调不回之前的状况，它只能调到一部分。可是它只叫那个分泌物开始有点错乱，可是它尽量去 regulate 回，所以变成了之前的那个精神的情况，所以它就会有那个 brain function，就是忽然间就拿回了一下子，一下回来一下子。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它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分钟。就是身体的自然的反应，就是因为意识到要走了，所以就是会有这个动作这样子。你记得我刚才讲嘛，对不对？我们手脚的那个能量全部都集中在心脏和我们的肺部，还有我们的脑部，记得吗？因为之前能量全部都在手啊脚嘛，对不对？不过这样我们头脑就开始昏迷啊，开始昏沉啊，这样子哈，对吗？对。可是忽然间那个能量全部集中回来，跑去脑部的话，突然就有精神了，对不对？你会讲哦，我有精神了，我可以讲话。可是他是错乱一点点啊，讲的东西好像没有跟我们现在有点脱节。他会讲回以前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是比较容易讲回我们的 memory 就是我们以前的 memory， 所以这个回光返照就是这样子来哈。所以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在身边的时候呢，就要抓紧这个时间呢，就请求原谅做完你最后的叮咛跟那个老人家说一下一些话，让他可以放下，然后往生有些人就不觉，有些人就说，哎，doctor他不是好了吗？我要回家，就带他回家。其实如果你要带他回家是可以啊，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很支持的，因为什么呢？有些病人他喜欢在自己的环境，就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往生，他会觉得比较安全，他比较感觉上没有这样怕。在医院的话，你看到旁边的往生，他自己就怕，他就会很慌。所以我们会建议好像病人在我们医院忽然间回光返照之类的，我们会发觉到这样子的东西。我们都会如果是那个医生有经验的话，他会告诉家人，你来一下，我们跟你讲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带你过来，然后再跟着家人讲一讲话这样子。然后我们如果他要回家的话，我会给他机会就回家，可是我会告诉家人他情况已经是差不多时间。如果你真的需要到医院的 support 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如果你觉得你要在家里做完最后一层的话，我是很鼓励的。我是鼓励这一点然后呢，过后呢，在第六的情况呢，就是昏沉，最后的阶段就是昏沉了。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精神错乱那个，我忘记讲，其实那是零的开始。精神错乱可以在这个情况，精神错乱是可以在1、2、3、4、5这个阶段都发生的。就随时1、2、3、4，第5是回光返照嘛，讲对吗？对，第5是回光返照所以1、2、3、4是可以在精神错乱中度过的。1、2、3、4，对，然后第5回光返照，他忽然间精神，然后呢，第6呢就忽然间就是他开始昏沉了。昏沉是有开眼睛算是昏沉嘛？因为其实我有看过睡觉这样子开始就这样迷迷糊糊这样子，忽然间他看到很精神，忽然间下午就忽然间就没有了就是昏沉的一种来的。可是我看过有一些睡去了，明白。可是一般上睡去就是关眼睛嘛，可是有一些可能比较 critical 的啦，因为我听过是他还是有开着眼睛这样子走的，这个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比较少啦。其实比如说
我看了这样多年，很少会有开着眼睛去的，趋势是被掐死的那种就会有，不可能啦。啊，明白明白，了没有人解了，开着名声，很少的看，它是半开，它半开是因为他们有立关眼睛，那个可能哦，可能叫半开，它不叫完全开住，那个他不能这样很多人登着开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的哈，没有的话，不要啊，吓到了解了不要吓到观听众。了解，没有这样恐怖，这个明白 Oh 了。my god，OK，不过是然后半开是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他没有立关眼睛啊，那个眼睛已经很累了，连这个脸部的表情都没有。你看到那些临终的病人，他们多数都是脸部没有什么表情，对吗？是因为他的这个 muscle 对其实没有什么瘫痪，不是他们特地做的，他脸部没有这个能量去紧凑啊，或者是哦，关眼睛啊，或者开口，了解连开口都很难啊。有些说哇，怎么你口这样硬开不大？就是他只是开这个这样子，因为他这个麻色已经是松弛了，他不能关嘴巴，所以我们会啊，帮忙关一关他嘴巴，不要啃他，或者因为他开着嘴巴很干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如果是你刚才讲半开的话，我们多数会放2个 iPad，就是放2个棉花盖着它，不要给那个空气把这个眼睛的那个外面那个眼角膜干掉啊。会弄伤眼啊，睛啊，所以我们平常都会把他病人呢，如果下临终时，如果差不多昏沉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嗯眼睛关掉，就好像你刚才讲单关的嗯，哦，我们会放个 pad 这样子啊，给他湿润的，明白，明白啊？就给它松下来这样子的是吧？给他关下来比较没有这样刺眼啊，也是没有这样刺眼啊，也对那个光线没有这样刺眼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我们眼睛是，你看我们眼睛外面是发亮的，对吗？那个发亮是水对，会有水分嘛。如果啊你是开啊啊，着这样子没有关的话，那不是干哦，因为空气冷气就会把这个外面那层弄干，弄干的话就伤到那个眼睛，所以我们就会把它了关下来这样子。所以解，在这几点，在这一几点的这个症状呢，其实呢，如果是你是自己是临终者，或者是自己是临终者，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你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你是他家人的话，当你有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第一，家人是不要慌啊，不要慌，不要慌，自己也不要慌，如果是自己是临终者的话，自己也不要慌，因为一慌的话，你怎样慌都好，那个 process 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可是只是在慌是有推着，对呢，你是我们叫的 inevitable，就是它一直是会向前走，它不会退后的。有些疾病是可以医的话，就好像我们好像那种撞车那种，我刚才讲第一种，等一下我会谈一下嗯，就好像这种比较chronic 的，它是多数都是一个路程，就是直接去到往生的时候，这种是没有退回的那个机会的话，就算医药方面都不能把你救回来的话，这样你开始就是要走完这一段路的话，所以我叫你不要慌，不要慌。了当然是会慌啦，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可是多数的 terminal ill patient 他们都会有心理准备了，已经知道自己差不多的时间。嗯，明白吗？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可是我们家人有心里有无数，家人没有准备到，就一直在那边担心，一直到哇很慌啊！我家里妈妈、我弟弟、我公公什么这样子，我很慌啊！家人不要慌，家人一慌的话，会搞到那个临终者不安，因为他会听到你说话你看他会因为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他。我这样讲你都会有心情，你现在听我这样讲你都有心情都有感受嘛，对不对？都有感受了，对，如果一直在那边哭，一直在讲东西，讲到那些以前的东西讲到不愉快的东西、太开心的东西之类的，都会影响这个临终者的思维和他的感受。其实是不好受的，因为你身体已经出状况身体已经很辛苦了，再加上我们的那个精神上的这种压力家人给的压力，还有自对，己就一直来，害怕的那种你因为临终是很怕的，很恐怖一下，会觉得，因为我从来就第一次嘛，就好像李叔跟我讲，第一次做 live 这样子，对，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医生就会跟那个病人说：“哇，你不用怕啦，我们在你身边，你什么事情就跟我讲就好了，我们立刻给你药。”就是这样，这个方式就是一直在陪伴那个临终者的让他们不怕了，让他们不怕
所以家人一定要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家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立刻告诉其他家人不要太 emotion， 不要太 emotion。真的顶不到，真的是去外面还是去外面远一点。有些病人会说：“不要，我不要看这个人，我不要见这个人，你最好是出国，我不要你在这里，我不想在你身边，在我身边出现，赶你出去。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回光返照时，一直赶你出去，你是他最疼那个，他一直在逼你出去，走，你不要接近我，我不想看到你。”他讲那时候很 harsh 的 word， 那个临终病人会这样子讲，赶那个孩子出去。你不要伤心哦，那个孩子不要伤心哦。为什么呢？他可能那时候那个心很挂这些人哦，他放不下，他看到你才放不下，就是让他去。然后我也知道你也是那个百般的折磨，你被自己最爱的人赶出去，是最折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呢，你可以在远远默默的去看他就好。意思说你在那个帘那个床的那个帘的后面偷偷的去看他就好了，明白吗？然后慢慢的祝福他。如果你有宗教的这个时候，这是时候是最好的宗教的你学不学的那宗教，一切的宗教的那些仪式啊、理念啊，都是这个时候办完出来了。就是把你要诵经你就诵经啊，马来人就会诵经啊，对吗？然后华人呢就是会诵经或者读一点或者是那些牧师啊，他们会过来啊，跟那个病人给一些牧师很多病人他自己有自己的 favorite 的宗教师，对，就请他们过来啊，因为他看到宗教师，他就心就安了。那时候病人其实他要临死之前，他不会挂念家人，你知道吗？他们很少会，我很想念你啊，我放不下，比较少。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很辛苦的，他们已经不想再想这些，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想到我还爱你，我恨你，我什么没有了。他现在身体都很疼痛，很不舒服了，他也不会想到家人重要不重要了，他只是想经过那个过程就快点过这样子。所以我讲，所以你亲人，如果你是那个家人那个亲人的话自己是亲人的话，你们不要介怀呀，因为我知道哦，他临终的时候赶你出去哦，然后他就往生过后，你会一直在哭，这么爸爸赶我出去，然后不要见我，你会一直在内疚，一直在说我做错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这就是很 natural 的，很正常的。对，哇，这个感受真的非常深刻。对，而且我今天听 Doctor 这样子讲，其实更多的是给大家有一个预先的彩排，因为我感觉到大家都说，不管自己是临终者还是家人是临终者，大家都是第一次。如果第一次你还没有体验过，你一定怕的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 Doctor 的这个分享，我觉得我们作为以后自己也是临终者，或是以后是成为家人的临终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至少我是说从我的 set 这边是可以听到啦，这一个。因为这一层的知识呢，我们是很难会真正去体验的，因为你不是做临终这方面的工作者哈，临终工作者可能他们对这些很有经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比较有 privilege， 就是比较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可是呢，当我们自己要临终的时候呢，到底你够不够镇定啊，够不够这个能力去面对，那就是不同啊。看知道和体验是不一样的。好像现在我可以讲第二 part， 就是那个一下子来的，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相信有些人也想知道一下，到底这种一下子来的来不及的那种我们叫意外的横祸之类的东西，到底那个往生者会不会经过这些东西呢？这临终者会不会经历到刚才我讲的5个symptom呢？他们可能会有，可能他们有的太快了，在几秒钟就全部完成了这5个 step。哇，可能几秒钟就完成这个 step。好，这样应该会很辛苦吧？这样子的话，这样有些人就说干脆就一了百了，搞定啊。有些人就说这样不是来不及准备对吗？
可是什么叫准备呢？现在就准备咯，不要等到明天来准备咯。我现在跟你说，就是我一直是很想分享这 chapter，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现在准备好了，今天就准备了，不要去想明天哦，因为横祸就是不知道几时会来呀，对不对？对呀，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死亡和未知哪一个先来，所以就是做好准备，心里有个底，至少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样怕咯。这个对，所以我就是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啊！我跟你讲，不可能一个人知道你几时死嘛，对不对？对，啊，自己都那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几时死，因为我每天看人家往生哦，由小到大，有 baby，有几岁、10多岁、20多岁，每个岁数都会有死亡的。我每天在看啊，有些就很快就这样子就往生了，有些就是折磨几年才是往生，我都看过很多。可是呢，那个往死就是一次横祸来，一下子来，或者是心脏病一下子来，或者中风一下子来，来不及，是来不及的话，那种人是怎么样的呢？征兆呢，是很多人觉得是没有征兆啦。其实啦，我想告诉大家分享一下的话，这个我是从一个临终者啊，还没有，他现在应该是他也是survive了，过后就是过后还是逃不过了哈，就是之前好，有面临了死亡的一次，然后活回来，然后现在还是已经是往生了。我是想借鉴一下他的那个经验，就是说。其实呢，在要发生大件事，如果是不是那种车祸的，是那种心脏病或者中风的话，它其实前2、3天它有给症状的，你身体其实一直都不舒服，你不知道，或者是你知道，可是你没有去理。不舒服是怎样不舒服的？就是奇怪，那种不舒服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不舒服。它不是发烧，它不是伤风，它就是不舒服，就是整个身体好像超累的。然后呢，就觉得做什么东西都不对，然后心跳有时会学到有一点心跳，会感觉到有心跳的声音，这样的咚咚咚咚这样子，忽然间这样子，或者是你觉得做东西好像不自然，或者你觉得这个地方平常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时常去的地方，可是忽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变成陌生一点。我们讲 my school， 我们讲 my school 和迪加乌不一样，迪加乌就好像我来过。讲迪加乌是好像我来过，讲 my school 就好像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好像不是我屋子来的，就好像这个地方不是我地方来的这样子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闷闷，开始心情很弱，心情的沉重，觉得总之是睡又不好，吃又不好啊，很多这个病人就告诉我他有这个的征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是其中一个病人的分享啊。好，然后过后呢，过几天他开始有点点的这个地方不舒服，就心脏这个地方不舒服，他就开始有点痛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厉害，这样就心脏病就来了。很多人他说，哎呀，忽然间心脏病死掉，很少的，他不是算，他多数都会有痛一下子，痛第2次、第3次这样子就有的，有的，很多人都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第1次、第2次，以为是胃痛啊，很多是胃痛，对吗？胃痛好像一样，有时一点点都要开始注意了的咯，就是说，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啊，40岁以上、45岁以上的男性啊，有这种症状，好像有微微不舒服的，你自己要看一看啊，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这样子。明白。中风也是啊，中风的话就是会觉得那地方好像不对，好像东西不 balance 啊，好像整个身体好像在这地方好像不舒服啊。中风是有那种症状，就是说你不是在这个地方，你这地方不熟悉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地方摸下去感觉不一样啊，或者你每次拿一个杯你拿个杯的时候，你觉得这么拿这个杯今天这奇怪的感觉，不像我拿杯的感觉。就明白，就触觉突然间有点不一样了的那个然后或者是你拿东西好像有一点点努力这样子的那是前期了，就是或者你开始会有好像有看到一些有些人他们他们不是说得一功能，他们只是有一种那种aura，就是他会觉得在事发前夕呢，会看到一点闪光啊，或者是一种光线啊，或者会比较亮一点的东西闪下去这样子，
或者是闻到特别的味道。但宗教他们有解释，我有听过宗教有解释，就是说好像感觉会有这些意象的。好像对对对，灵异感觉其实不是灵异感觉，是你的头脑在有问题，所以你一定会看到这一点东西，然后觉得这是我遇到什么东西这样子。不是你会害怕，你会害怕所以这些小小的这种症状呢，你就要看一看医生，让我们去检查一下。可能你血压高啊，那颈部很紧啊，哎呦，怎么这几天我颈部这样紧的这样硬的，然后就下一些血压很高啊，那种情况可能就是要中风的情况，要小心或者心脏病这些只是说一定要看医生检验一下，这个是我要讲的因为你不要跟我讲doctor 他去就是这样子没有准备的，不是没有准备，是他没有察觉到，其实他可能他觉得不可能是我吧，今天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就是我应该不是我啦，没有这样子啦，没有这样。那个就比较这个症状的东西，你们就要自己察觉，尤其是之前有中过风的，有中过心脏病的，他们已经是有经验的他们应该会更加的敏感，对这种症状比较敏感的，都要早点来医院，来避免这个 sudden death 这个 condition。sudden death 就是突发性的死亡还有就是横祸啦，横祸就痛一点，横祸就很难说，因为有不同的横祸，不同的情况，对吗？所以我很难 predict 很难告诉你症状。很难告诉你，太快了，所以根本还没有差别。可是呢，病人呢，如果是他没有昏沉呢，这个比较你们听的观众比较如果是不想听下去的，请不要听下去了因为会比较血淋淋点OK， 可以的。如果你很想听下去的话，就继续下去。先 disclaimer， 小孩子要家人陪伴才可以听这个。出生率声明在这边要我们的经验，只是说我想告诉观众，今天这一集是比较有深度，比较有explicit 一点，所以小心点。你们要听的话就继续听下去不要听的话，请你们不要听。好，像这个横祸呢，有接触到伤到头脑的横祸，还是没有伤到头脑的横祸？有伤到头脑的横祸，如果你是昏沉的话，意思说这个 impact 一来的话，你忽然间就失去了你的知觉的那种，这样你的那个就没有经过这样多，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个1、2、3、4、5的情况，就这样子就去了。这样子多了。如果一些横祸呢，只是说它是我讲这个东西会比较有视觉感可以来。不要紧了，无声卡带是可以很接受很看到就是说他们在情况就是在车里面太久，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被意思说横祸过后呢，他身体他不能医生不能一时救得到他，意思说不能给他医药，他在现场的地方困了很久，然后他一直在流血，他是算是慢过那种昏沉的，慢慢的往生那种人都会有这个1、2、3、4、5的感觉。哇，那个很杀父应该是。所以我说，所以很难。我今天分享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分享，是因为是很那种过程是比较恐怖，你觉得会恐怖，可是可能对那个临终者呢，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一直就是这样很快就过了，他就昏沉下去就往生了。应该是没有 suffer 啦，因为是他不会上上，有些会 suffer， 有些是不 suffer。所以呢，我说小孩子、大人记得叫小孩子不要乱飙车，不要做这些造成自己生命危险的东西。因为不只是对自己造成生命危险，我说换一种角度，就是说社会，如果大家看报纸、拍照，看到垂水山这些。其实它某些方面它也是一个很负的能量，虽然
大家都不想要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就是照顾自己也照顾大家吧，这样子。对，这是我听到的感受啊。所以这一集呢，我就有点的我说如果是跟 Rizzo 可以分享这一集呢，是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去到这样，你可以接受得到这一个程度的 knowledge， 对吗？对。所以在尽量的不要造成自己有机会进入这个横祸的这个情况。是，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注意，我们也是去听，就是在每做一件事情，先想一想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多大，和家人和世界的办法有多大，这样子咯。所以什么是比较安心的往生呢？你要知道吗？怎样去这个人死的这么安详啊？这样到底我们怎样可以安详的往生？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你不要想到这不关我事哦，我都不要觉得自己不关我事哦。我们今天讲得到这句话，因为迟点我都是会往生的，我不知道几时吧，对吗？这样我们的 ultimate 就是我们最要的都是要安详的往生，对吗？对。这样安详的往生就是跟着，就是随着这个症状，跟随它的去放松的去，我不能用享受，只是随从它。跟着这个 process 一直下去，然后你苦，你辛苦，就告诉大家我在口渴，可以帮忙我一下，他们给你水解决你。如果你痛，你告诉医生，医生给你止痛药，只是那种止痛药是不要昏沉的哦。我先告诉大家，不要有昏沉的药，就是说你要尽量在最精神的情况下往生。意思说，你可以在你自己 control 下，意思说自己可以在选择死亡的时候，意思说不在选择，在死亡时候选择自己的的疼痛是怎么样子，怎样的放松自己我要你可以在这个 control 下慢慢的往生，那是比较好的往生。然后清醒的往生，可以自主的往生，就是说。有些人你看到我，其实有些病人呢，他可以告诉你医生我想拿掉这个 oxygen 了，我不要再撑下去了，可以吗？我会尊敬那个病人，他就拿掉这个 oxygen， 然后就躺着，就慢慢就完成，他就是在那几分钟就是去了。他是很精神这样子的人，对吗？就是我所说的有这个自己可以主宰能力，然后这种人就是会最勇敢，因为他可以 control 自己身体，他就没这样怕嘛。对，有这个自主权，就抓住这个自主权，去选择，那是最厉害的往生的。一个境界。可是这个也是要很大的福报啦。我是说的很大的福报，就是说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那个福报可以这样子往生。是，所以很多时候所以你会觉得很残忍哇，给他这样拿去就是这样去了，不是啊？我觉得是每个病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他们死的时候都要有那种。我们尊敬他的尊严最后一层的尊严，我们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呢，尊敬病人要的一切，好像说在临终关怀的其中呢，病人说我不想要做化疗，不想做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是家人已经跟他商量过，已经给了他很多 option， 他还是不要一意孤行的话，你不能逼他去接受，是让他去选择，因为他是他的身体。他自己知道他要怎样的如果是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只是单身汉一个的话，或者是单身女生的话，要怎么好呢？最重要的就是买一个保险。为什么？我不是叫推销保险哦，这个我很赞成这一个，我觉得要有钱，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呢，就住进那个临终，我们讲 hospice 之类的，有人可以帮忙你。
或者是有一个宗教，就住在宗教的寺院里面呢，就是在那边往生，会比较容易的去往生。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呢，都有很多单身的人哦，他们要准备一下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怎样去对自己的往生做一个准备啊，因为一个人始终都好是比较孤单的，然后在往生路程身边有一个人来照顾你是怎样都会好过一个人过，除非你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来，哎呀你不要理我了那种这样我没办法。可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有一些医药保障啊，或者是有钱的话，就是注入那些有些我叫 hospital 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可以跟你往生的，或者是住在寺院里面啊，你们自己有自己宗教的寺院的话，或者是你寺院里面朋友啊，都可以过来帮你解决你的在你家里帮你解决一下，朋友很重要哈。这类型的都可以帮忙我们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减轻我们的痛苦。对，就不管怎样，最后还是说再怎样铁的单身汉了，还是真的需要一个寄托，因为我相信人他不是永远都有勇气的，尤其是心智最脆弱的时候，我从Doctor这边看到，所以还是交一些朋友啦，认识一些，出去参与一些活动，兄弟姐妹赚一些钱。也可以兄弟姐妹对，或者是子女侄儿啊，那些都好，他们都可以帮你。是是是，不要整天觉得自己一个人呢，我就孤僻这样子，就不要依了什么的，不可以，你要积极的去找这些帮助哦。为了你以后这样子的，关系稍好一点好吗？明白了。好，目前就是已经访问到这边，我当然知道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 Dr. Seth 聊，可是我们说缘分有时就是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的直播暂时就会来到这边。最后就是请 Dr. 来宣传一下，目前有什么东西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旅客无声卡带的旅客也可以过去 Dr. Seth 那边的。好，你看今天呢就有机会跟无声卡带合作啊，然后又可以讲到这样有深度的这种分享啊，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去听听一下无声卡带吧。我觉得我听了几次，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的那个平台。然后呢，我为什么呢？这个 collaboration 呢，我立刻就答应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潜能。然后我也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是蛮有对这个方面的那个临时啊、临终啊，或者是医药方面都有经过他们所要的那种课题啊，我对这些课题都很有兴趣。所以呢，你们尽量到这个地方去听一听他们的，我会在这个视频下面放一些 link 给你们去按下去，就直接是连接到他们的那个 podcast 啊，还有他们的 Facebook 之类的啊。然后呢，我也是觉得你们大家也是不要忘记了，再帮忙一下我啦，这个 Dr. Seth 的 channel 啦 ，YouTube 啦哈 ，Instagram 就按一按，还有我们的 Akaiman Podcast 啊哈，Akaiman Podcast 很重要哦，你们帮忙按一按那个去那边听一听啊。今天呢，我就希望大家就高抬贵手，立刻去按一下那个 like、subscribe 还有 share。对，你们的 like 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对，好。是的，就是这样多了。好了，记得临终哦，不是临终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哦，所以要早点准备是对自己有益处哦。对，就我们今天也是谢谢 Dr. Seth 的一个叮咛，也谢谢 Dr. Seth 的一个故事时间，所以无声卡带的朋友们，真的再一次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有兴趣，可以往 Dr. Seth 这边的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也可以来看一下，还有 Akaiman。因为里面有来很多，以前有很多，里面有很多医学的片段啊、视频啊，是对你们这生活上有帮助的。我每次都会做这些短短的视频啊，给大家解释一些病症啊，尤其是关于那些 COVID 的东西啊，或者是心脏病啊、糖尿病之类的，都会有在我的 Facebook、YouTube 那边会整天都会有上新片的，还有 Akaiman。还有，如果你喜欢听故事的话呢，医生讲故事的 Dr. Seth 讲古啊，讲广东话的话，就是说，在我平常在医院见到的 cases 那些比较精彩的那个个案呢，我就会一个个跟你们分享。所以呢，不要忘记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Akaiman，他们一定会包你开心。
对的，是的。好，就目前的宣传就是这个样子。好，如果我们有机会，也希望可以跟 Dr. Seth 可以再来一个这样的直播，真的这是很享受的一个直播，真的谢谢。好，好，就今天这样子开始，拜拜。好，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